上一期我们盘点了几个目前街霸6当中还没有上线并且非常灵魂的招式。老实说，宏观上来看，还有太多让人印象深刻的没有提到。也因为时长原因啊，我就挑了5个我印象最深刻的来讲。今天的话，我就来填一下之前挖的坑，那就是和我这个老油条一起来看看目前街霸6玩不到，甚至可以说是被淘汰掉的操作方式。我十分建议大家拿出你们的设备，一边听我来说，一边上手来试一试，看看这些操作啊，你们认为他们的难度系数有多高？这一次啊，我们直接加量不加价，依旧是根据我残存的记忆和游玩体验来为大家列出目前街霸6玩不到，甚至已经被淘汰掉的操作方式 Top 10。看在我这么勤快又努力的份上啊，希望大家能给个小小的赞，并且分享给你们的好朋友，一起端上设备来尝试一下老街霸的独特魅力吧。首先第10名来点开胃菜，这招其实对很多的玩家来说或许都不值一提了，不过我想对一些萌新玩家来说还是具有一点点的挑战，那就是飞龙的农夫山拳。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招式都值得上榜一提呢？那是因为咱们杰米哥的农夫山拳已经简化到了后续只需一键出招就能成功派生了，飞龙的山拳则是需要你每次戳出正摇的指令才能成功，裸出当然非常简单，但如果让大家用这招来确认的话，我想还是能难倒刚接触街霸的玩家朋友们吧。好吧，我觉得确实有点太简单了，不过这确实也是被淘汰掉的招式了，现在谁还戳3次完整的了，是吧？那我们现在稍微上一点点的难度，这一招早在8、9年前就已经被淘汰掉了的，那就是来自早期加密的流氓打击，包括之前我们提到的飞龙也有这一招。我第一次接触街霸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是哪个天才设计师啊想出来的指令？转半圈就不说了，你还得拉斜上，精度不够就会变成前跳回空，完全是把弱点暴露给了对方。而且4代非常经典的飞龙升龙取消 UC， 你还要延迟出这一招，快了还接不上，需要一定的熟练度才能驾驭。这招被优化掉，我认为是大快人心的。不过这也不仅仅是跟简化有关系，现在有非常多的玩家都在使用 Hitbox 进行游戏，这种奇奇怪怪的指令，我觉得确实不太适合现在的大环境了吧。好的，我们继续来上点难度。接下来我要提到的，它实现难度其实非常的低，可难点就在于你要在对局里面如何使用好这个招式。这个也是我们上一期提到过的压键，理论上只是按住不放然后松开就能出的招式，但是放入对局里面就意味着你会牺牲其中1个甚至2个拳脚。你不仅要想好牺牲哪一个拳脚做铺垫，并且什么时候可以续着不放，什么时候又必须要放手，你都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不过一般的思路是选择角色立回的连招中最用不上的拳脚来续，比如科迪的轻拳或者拳王的重拳重脚。难点在于你的手法会被极大的限制住，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适应这个特别的玩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街霸4中的朱莉，尤其是开了风水之后再用波动做各种连段，手法蹩脚程度啊堪称逆天。OK， 现在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感觉到开始上强度了哈？那接下来提到的也是被淘汰掉的操作方式，就是早期特定蓄力角色的大招。这个虽然有很早的历史，但能肯定的是在街霸5开始就再也见不到这种大招触发指令了。这招最麻烦的点是在于你完全处于一个下蹲的状态，除了按拳脚以外完全没有别的选择，这就使得你的大招不能随心所欲的释放，而且还需要蓄力时间。这个指令对键盘和 Hitbox 玩家非常的不友好，因为以前的招式设计都是为了服务摇杆的，几十年前都在街机厅里用摇杆的，没见过谁是用键盘的，所以这一招随着时代的变化，永远都成为了只属于老玩家的秘密了。那么接下来我要提名上榜的操作，我不能保证它在街霸4以前都有案例，但它或许是街霸4专属的刷键。这个刷键不是像现在街霸6老上用的那个 Hitbox 刷720这种操作啊，而是通过快速按下2个按键，在一瞬间判定出2个相同的指令。这个操作的好处就是可以降低连招的难度，因为街霸4输入精度要求极高，正好可以通过这样的刷键方式来提高一点命中的可能。那如何判断是否刷键成功呢？就要看你刷的是不是呈现2排且形成三角形的指令，像这样只有1排2个的啊就不算成功。这个操作我猜在更早以前的街霸作品中或许存在，但街霸5之后，哪怕是特定角色的复合，也不再需要这种操作方式了。但我能保证的是，每一个街霸4老油条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非常经典的操作。街霸5刚出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仍然都保持这样的习惯。不过在街霸5之后就不再具备什么实用性，而且连招难度在这一座也开始急剧降低，只有个别角色身上还能见到一些需要手法的连段了。那么现在来到了我们的第5名，大家是不是明显感觉到强度一下子就上来了？不过大家先别慌哈，还有比这些难几十倍的操作啊，我们循序渐进。第5名，我愿意给到对个别角色来说超级好用的招式啊，移动取消上面。最典型的例子，沙加特的移动波和移动身，这个操作即使放在很多人都觉得很难的街霸4里面，也不算是操作最难的那一批。但真正的难点在于移动波和移动身结合使用起来就变得非常困难了。你需要确认对手的状态，选择是移动身还是移动波，这个确认的
时间极短啊，稍不注意就可能会失误。所以以前我们能看到崩将能结合移动升龙打波神都叹为观止。如果大家觉得老沙的移动升有点难的话，其实以前的好鬼有名的抬手顺也算是移动取消里面最简单的操作了，逻辑也十分简单，就是利用特殊技前段发生和位置的前移来取消出顺应杀，而且这些操作都有快捷指令，只需要按特殊技的时候同时去按轻攻击，提前预备，然后快速6 LK HP 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操作还有更难的版本，那就是街霸4特有啃的移动升龙，这个逻辑也能算在移动取消上面，不过这个要结合到另外一个操作方式刷剑里面，会使用移动升龙的啃和不会使用移动升龙的啃选择上都有很多的区别，而且熟练的移动升可以帮助你得到更多的打击距离和移动距离，在当时也算是高阶啃玩家一定要会的招式之一了。好了，其实移动升开始啊，就算是这个视频里面的一个分水岭了，接下来的只会更难。第4名，我选择留给5代之前的双形态角色，虽然我能想到的只有元老爷，不过他的操作难度我认为已经够劝退许多的玩家了。双形态主要是因为比其他角色都多的功能性选择，不同的形态组织不同的打法，要在短时间内脑子里就要想好如何借力进攻或者防守。而且元老爷的双形态是指令和蓄力的结合，操作的极大差别就变得更加烧脑，而且元本身的核心招式操作难度就有门槛，配上这个指令和蓄力的双形态结合，能不劝退萌新吗？但为什么是5代之前呢？是因为4空的操作难度对比元老爷来说还差得太多了。而且双形态比较复杂，我认为也不符合现在街霸6的调性。这种操作方式或许已经被制作人淘汰掉了，即使双形态角色重新上线，我相信也会对比5代还要简化许多的。如果大家一路都试到这里了，还没有把你难到的话，我要对大家的不懈坚持表达敬仰，因为从现在开始，真正逆天难度的操作才刚刚开始。第3名，我愿意给到已经被街霸彻底淘汰掉的百裂刷剑。先跟大伙儿说说啊，百裂指的是在短时间内输入4个或者5个拳或者脚来触发的招式。现在街霸6布兰卡的放电、春丽的百裂、本田的搓澡手、艾德的 1,2,3， 放在以前啊都是需要刷剑的，其中艾德的是最简单的。5代慢慢这个招式基本就变成了4个按键就能触发，除了春丽啊，但是放在以前百裂就是百裂，在不同拳脚下取消不同版本的百裂就极其需要手法，其中最简单的轻拳接重百裂，我认为是最简单的了，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尝试。但难的是，假如你的百裂需要按拳，但是你要用脚来取消，比如12月下中脚取消百裂这种招式，就不只是你要在短时间内快速按出5个键这么简单了。像春丽啊、本田这些角色都非常依赖百裂，想玩这些角色，百裂刷剑就会是你们的必修课。大家再坚持一下啊！刚才呢还不是最难的，我不想留给大家喘息的机会。紧接着我们马上迎来第2名的操作方式——高跳。这招是如何触发的呢？就是下蹲再跳就可以使出来了。是不是有人会说这也叫难吗？如果只是裸出高跳的话，好像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哈。不过有些角色是非常依赖高跳这个招式的，经典案例就是街霸4的一锤，非常依赖利用取消高跳来取消其他的招式。是不是有点听不懂了？我们来举个例子啊，大家拿上设备跟我一起，比如这个一锤轻脚中脚 TC 取消高跳，然后我们在高跳的时候抽大招，两者组合到一起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不错啊，这还算是高跳取消里面比较简单的了。不过它的逻辑呢，就是我刚才演示的这样，是可以利用高跳取消延伸出特别多看不懂的招式，但操作量也是咔咔咔的往上涨。大家可以搜一搜街霸4的操作集锦，想象一下那几秒钟的时候，他们出了几个招式。毋庸置疑啊，因为操作难度实在太高了，被淘汰掉也是肯定的事情。OK， 兄弟们，全体目光向我看齐。接下来啊，我宣布我们榜单的 Top 1，这绝对是足以劝退99%以上的玩家的操作方式。而且这次的第1名我列出了2个，其难度实在是难以权衡，到底哪一个更难？其中一个啊，更是影响了整个格斗游戏历史，甚至圈外的人都听说过这一招。先介绍一下影响力不怎么大的第1名，来自街霸4特有的取消落魄脸。这招属于街霸4毒蛇和厨师特有的核心操作，逻辑啊就是拳脚取消出招式，立马派生取消，然后再次衔接下一个拳脚。比如毒蛇这个民工连招，其实只用上了1个取消和1个高跳的操作，也算是毒蛇玩家们的入门连段的。最难的是厨师的拍手，光是连拍这3下啊，换着我确实也做不到，更别提厨师还有一套完整的 rope 连段。我也只能观赏一下高手们的操作了。大伙儿是不是已经感受到绝望了啊？接下来啊，还有我们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操作方式，我还没提到呢。这个就是来自街霸3特有的系统
blocking，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 Let's Go Justin 的经典片段。他为什么能够名留青史？因为其中的 blocking 要求在对手出招时精准按前格挡，这意味着在那一瞬间你只能选择格挡，没有其他的防守选项。而梅园这一套操作不仅完美格挡了春丽整个封闭扇，还在残血的情况下进行了反杀，堪称传奇。而过去几年里，我偶尔也尝试重现这个瞬间，但从未成功过。即使格挡住了第一下，后续也总是被击中。这个操作难度真的是逆天级别的了。而这种极其考验手法和熟练度的操作，虽然在现代格斗游戏中已经很难再现，但他们的独特魅力永远烙印在每一个格斗游戏玩家的心中。为什么我要做这2期视频？我希望所有喜欢格斗游戏的玩家都能感受到那些属于街霸的经典符号，只有亲身体验过，才会觉得完整。而且大伙儿应该都发现了，我很多操作大部分都以街霸4之后的作品为蓝本，但那是因为我要保证视频内容完全真实且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前作能有的我也尽可能的用素材匹配上。当然还有很多我没提到的操作方式，我说的这几个还只是街霸历史的一部分，也欢迎大家来补充哈。那差不多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这些动态发布的那个稿件预告也在筹备中了哈，后面呢我火速干。最后呢还是向大家要个小小的3点奖励一下干了好几天视频的我，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啊！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高创内容，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我哟。我是秃头，一位草根艺术爱好者，我们下期再见，Adios。就让我